好，接下来特别关心到的塞尔维亚的战机哦，这个挂了中国的飞弹，震撼了欧洲。今天也会来关心到是 CN400这个航母杀手进入到了巴尔干地区，敲开了整体的欧洲市场。我们先来看到是最新消息，这是来自于欧洲的军事格局，现在有了重要的一个变化。巴尔干半岛传出的震撼消息，也就是塞尔维亚的空军，它的这个米格29呢，已经开始正式挂载中国的反舰飞弹 CN400这一款飞弹了 ，CN400AKG 这一款飞弹，那主要就是当初呢，它做了一个大规模的战机系统的一个整合，透过整合系统，就让这个俄制的战机可以直接使用中国制的这一款飞弹。好，稍微来看一下这一款飞弹的小档案，最高速度4到5马赫，最大射程达到了240公里，用途主要就是用在反舰，还有精准对地的攻击，还有高速的突防，再来就是它的战术用途了。它可以做高速的突防、末端机动墙，并且突破多层的防空系统。所以呢，西方是这样称它，叫做小型的航母杀手啊。塞尔维亚成功将中国的这款反舰飞弹整合到米格29战机里面，对于周边的军事的格局有多大的影响？还有可以为它的空军战力带来多大的改变？将军怎么看CM400这款飞弹曾经在这个以巴这个印度跟巴基斯坦那场战争，去年5月份那场战争里面这个摧毁掉巴基斯坦用这款飞弹摧毁了印度的 S400的防空导弹那是俄罗斯的 S400。我们还记得那个相片嘛？就莫迪去试导那个阵地，他说没有被打掉，但是传说中他就被打掉。为什么 CM400可以打到它？因为它的弹头可以很多种它可以这个传统的高爆弹药，也可以穿甲弹。打军舰来讲的话，用穿甲弹这个打一般目标的话，可以用高爆弹。当然，它还可以装什么？装反辐射导弹，也就是说，你的防空雷达对我打出雷达信号来讲的话，我这个反辐射这个导弹，我就可以顺着这个雷达波回头过去顺着雷达波将你这个雷达阵地摧毁掉。所以这款导弹如果说是在巴尔干半岛，那确实是数1数2的啦。大概巴尔干半岛现在军武力量大概没有那么强那一般这个武器出口这个各个国家武器出口都是飞机跟导弹都是一体系列的。我举我们台湾为例，我们台湾来讲的话，我们 F16战机，可是我们自己台湾为什么我们经国号战机，我们要特别为自己设计一个天剑的这种空导弹就是因为我们没办法挂美国的这个响尾蛇导弹响尾蛇导弹不能挂在我们经国号，我们的天剑导弹也不能挂在这个美军的 F16战机上面，彼此是不相容的。所以当中国可以将它的这制造的反舰这个导弹 CM400挂在老旧的米格29它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因为它整个界面，而且这个老旧战机，你事实上我觉得它不是整合的问题，它是单独一套系统，让这颗导弹可以在平板上面就直接可以发射出去，而不动用到米格29，不管是硬体或软体都不动用到，这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好，那委员又怎么看呢？现在为什么塞尔维亚要买 CM400 装在米格29？它本来是装在枭龙战机上面的。第一个，塞尔维亚有靠海吗？没有。对，那这个是专门的反舰导弹，不是打陆地的。那所以他干嘛？他想要控制亚得里亚海。那为什么想要控制亚得里亚海？因为他为了科索沃问题，一直跟阿尔什么巴尼亚是不是没搞好？那阿尔巴尼亚就是靠近亚得里亚海。好，所以我觉得他的战略目的很清楚。就是要去在亚得里亚海跟这个巴尼亚形成一个战略均衡的局面，所以他才需要有这一款武器。因为科索沃是靠这个阿尔巴尼亚去支持的那阿尔巴尼亚的海岸这边，那有趣的是阿尔巴尼亚跟塞尔维亚跟中国都还不错因为以前这个275-8号决议案这个周恩来还是谁说是两个把我们抬进去了一个就是阿尔巴尼亚所以这个局面就战略上就有点的复杂。第一个，中国只卖给巴基斯坦跟跟塞尔维亚，没有卖给任何人而且它是一个很不错的反舰导弹。不过打航母是有点的夸张了，但打一般的这个军舰是没有问题了因为
航母的那防护网比较周密嘛哈，那你米格29要飞得靠近也不太容易哈，这个可能要靠那个歼16以上的战机啊，去装那个鹰击21也比较实际一点哈，但是它的确是打300公里内能够有效。那为什么想打300公里？因为它的国界离亚得里亚海刚好是150公里，所以这个计划就很清楚了。好，这个是第一款武器，也就是塞尔维亚特别融合中国大陆的武器。那第二款，我们等一下请赖老师来看的，这个是 LS6，它是什么呢？它是一款精准导引炸弹，能够进行远距离的滑翔打击。为什么要来整合中国武器？赖老师要怎么看？我觉得道理很简单啊，中国跟南斯拉夫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啊，这是很多年的历史。我们看到中国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啊，这个事实上对中国大陆来说永远不会记得，不会忘记啊这个历史的教训，而且也不会忘记是北约怎么把中国大陆这违反联合国的公约，维也纳公约啊，大使馆不能炸，他们炸了啊。所以中国跟塞尔维亚，因为之后南斯拉夫后来就分裂嘛啊，那么这边就叫做塞尔维亚，一个叫科索沃。大陆跟塞尔维亚就结成非常紧密的一个关系，这个紧密的关系是包括武器的合作在里面。前段时间塞尔维亚北约跟美国又想要去侵犯塞尔维亚，想用空炸的方法再度的复制他们以前对塞尔维亚的空炸的方式，逼得塞尔维亚完全服从于北约的领导啊。那个时候中国大陆就用这个运20，把它的这个红旗的导弹都运到塞尔维亚。那因为这些红旗导弹是有效的防空制导武器啊，所以构成了北约、美国不敢对塞尔维亚动手。现在我们看到的，把这样的一个空对地、空对海、空对舰的这个导弹卖过去，把滑翔弹卖过去的话，而且中国大陆本身是有效的能够整合这些米格的武器，最主要是因为大陆对米格、对苏凯都很熟悉。所以对于它的这个挂弹的作战性能很熟悉。那中国大陆本来在制造国防科技工业的时候就没有采用排他性的，是采用的是相容性。你看，不管是北斗，中国并没有排这个 GPS， 可以跟 GPS 相容，也可以跟欧洲的伽利略计划相容。那你看中国的鸿蒙也是可以跟各种手机搭配，不像美国的这个苹果是排他性的，而中国是采用相容性的。这种相容性的武器会让中国大陆更有效的卖到世界各地去。所以我个人觉得，以现在的中国跟这个塞尔维亚的军事合作关系，就显示出塞尔维亚对中国的依赖就会越来越重。那中国在南欧的影响力就一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据点在。所以我们看到塞尔维亚其实就这些年来早就已经开始采购中国大陆的武器。那除了刚刚赖老师帮我们特别看到的红旗系列之外，还包括这个无人机，像是翼龙等等哦。那塞尔维亚会不会成为接下来中国武器打入中东欧的一个重要敲门砖？老师要怎么看？这当然了。第一点，中国的武器便宜，中国的武器精良，而且还很多经过的测试。你看，就是巴基斯坦跟印度的空战。那第二个，刚才廖老师讲了，中国武器发展的系统，它的包容性够。那如果你原来用苏联或者是俄罗斯的这个系统，其实你这个去混搭中国的武器，其实是做得到的，而且可以去调制出来。那是第二点。那第三个就是，大概除了很少数的美国很紧密的军事盟邦之外，他们不会在军事武器上去跟你做排他性的这种使用。就我用美式系统，我就不可能用这个中式的系统。你在欧洲的部分地区，你更不要说离开了欧洲之外，非洲或其他地方，那中国的系统可能现在比美系的这些军武要更为有用了哈。尤其美系现在一直交不出货哈，我们台湾就是受难者之一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是在欧洲地区的话，虽然它有一些国家是北约的承盟啊，但是它自己本身的军武是自己掌控。举例，像是匈牙利、斯洛伐克，会不会是接下来可能在部分的武器上去整合使用中国的武器的呢？我觉得可能性很高哦。那现在看到另外就是西班牙这一阵子跟美国闹翻了，然后呢，他又去引进了中国的高铁啊，很多这些太阳能板呐电池系统进入到整个西班牙的工业里面，会不会从工业经济到军武？那这些他们可能都会去考虑。如果到达这个程度，形成一个网络、一个系统的话，
其实那这整个军武代表的就是军事力量、外交力量的延伸，它是比经济、贸易、科技可能是更深层的。所以一旦达到这个系统进去的时候呢，我觉得中国的影响力就会更为明显，所以才会这么关注说，为什么中国的军武只有这几个点？当这个点变成一个网络的时候，前面几个因素。